看着身材臃肿的妻子，男人感到十分的厌倦，这不禁让他思念起来那个让他魂牵梦萦的年轻女孩。女孩是一个演员，她身姿曼妙，活力四射。此时的男人完全忘记了他的妻子曾经也那般明媚，只因结婚时男人说了一句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越多越好。于是在这10多年的时间里，他的妻子不是在生孩子的路上，就是在哺乳着孩子们。在丈夫最穷困潦倒之时，这个女人不顾一切地嫁给了他，并用娘家给的嫁妆帮男人偿还了所有债务。如今这位已成为大文豪的作家狄更斯似乎也忘记了那些过往，为了能接近那个年轻演员内里，狄更斯将自己的新剧《冰冻深渊》指名让当时并不知名的内里出演，就连内里的母亲及弟妹们也都安排有重要的角色。在排练的过程中，看着内里迷人的侧颜，这让狄更斯的内心泛起层层涟漪，他的目光全程无法从内里的身上移开，即使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也在台下观看，狄更斯丝毫没有在意他们的眼光。正式演出那天，《冰冻深渊》获得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狄更斯细腻出众的文笔也让内里崇拜起来这个大名人。庆功晚宴上，内里欢快地在舞池中跳舞，犹如精灵般地散发着光芒，狄更斯也忍不住牵起他的手，像一个孩子那样尽情地和他狂舞。一整晚，他都被内里的激情感染着，而人群中的狄更斯妻子一直默默地坐在角落里，看着和在家里完全两副面孔的丈夫。女人的直觉告诉她，丈夫的心已经被这个女孩带走，然而她并没有打扰丈夫的兴致，她落寞地起身，独自带着2个女儿离开了现场。妻子刚下楼，内里便询问狄更斯为何不护送妻儿回家。狄更斯说他的妻子并不懂他，妻子认为他的小说只是取悦观众的手段，那些情节过于脱离现实。随后狄更斯大力称赞了内里的演技，并称她的气质就像是从自己作品里走出来的女主角。而内里回答他将狄更斯的每一部作品都视为珍宝，并一直放在床头反复观看。内里的一番话不禁让狄更斯狂喜，他认为内里能看懂自己，和自己的灵魂如此契合。当他回到家，再次看到肥胖的妻子，他感到更加的厌烦。妻子因为担心他的身体健康，10年如一日地叮嘱他，让他不要熬夜，工作时灯光不能太暗。对于这样的关心，狄更斯当作是不必要的唠叨，他不仅没有丁点感动，反而觉得十分烦躁。往后的日子，狄更斯的每一次通告，他都会邀请内里出席，并会忽视所有的重要来宾，只为创造和内里相处的机会。工作之余，他甚至开始大胆地和内里约会，毫不顾及自己公众人物的形象，频繁出席在赛马场。当得知内里有其他的演出时，狄更斯会天不亮就起床，精心收拾打扮着自己，就连杂乱的胡须也要梳理得根根分明，牙齿也要打理得干干净净。妻子看着这一切，她显然明白丈夫做这一切的动力都来源于那个漂亮的年轻演员，但她并没有挑明，只是嘱咐着丈夫路途中要注意安全。踏着清晨的露水，狄更斯要经过一整天的行程，直到傍晚才能赶到剧院。舞台上内里不够自信的局促和每一次忘记台词的尴尬都会让狄更斯揪心不已。他的魂魄已经完全被内里牵绊。演出结束后，看着内里和其他男人搭讪时，狄更斯非常的嫉妒。当晚，狄更斯以传授舞台经验为由，特地前去内里家里拜访。谈话之中，他毫不掩饰地对内里母亲表示他对内里的喜爱，并希望长期能与内里保持合作，让他的演艺事业步步高升。内里的母亲深知自己的女儿在表演上欠缺的东西太多，她看出了狄更斯的心思，并故意在他的面前说起了自己的担忧。内里母亲称，她独自撑起这个家，但他们一旦离开了这个领域，他们一家将面临极大的生存问题。狄更斯瞬间好像抓住了什么，他表示只要内里一家需要，他可以为他们提供所有的帮助。这时候内里的母亲表示，如果他们接受了狄更斯的帮助，他的女儿将会名誉受损。狄更斯为了打消内里母亲的顾虑，他称会找到合适的方式去进行这一切。很显然，内里的母亲为了长远打算，她希望女儿能依靠狄更斯这一座大山。狄更斯以救济穷人的名号，在家中举行了慈善募捐活动。内里和他的母亲及妹妹也来到了狄更斯的家里。内里第一次接触到偶像的真实的生活，狄更斯大肆献着殷勤，看着偶像使用过的一物一件，内里也显得有些心潮澎湃。深夜，母亲识趣地带着小女儿离开，留下内里和狄更斯秉烛夜谈。内里开朗阳光的面孔下住着一颗多愁善感的内心，这不禁让狄更斯激起了更多的保护欲。内里多面的性格让狄更斯暗自做了一个决定，他想要一直守护着这个动人的姑娘。1个月后，狄更斯花费重金为内里一家置办了一所豪华庄园，这样的环境
满足了同样爱好写作的内利的需求，但各大报社也相继爆出了两人的绯闻，为此内利的通告被迫暂停，也没有人愿意邀请他演出。内利非常的苦恼，但他一直认为自己只是单纯的爱慕狄更斯，并没有做出违背道德的事实。他整日忧心忡忡，看着内利的变化，狄更斯也满面愁容。他的妻子轻描淡写地提醒他，作为一个名人，他的秘密始终是会守不住的。她希望丈夫多考虑一下家庭，还有顾及一下孩子们的心理，哪怕在这个时候最受伤的人是他，但是他故意将自己的感受忽略，一心只想着这个家庭。哪知狄更斯听后面露不悦，他回答妻子不要教他如何去做事，他并不愿意放弃内利。在狄更斯为内利一家购买的庄园里，为了让女儿走出阴霾，内利的母亲为她举办了盛大的生日聚会。庄园里的所有女人和这院子里的花朵一般，看上去阳光明媚。而此时他们的家里出现了一个不该出现的女人。狄更斯的妻子前来，并不是要和眼前的内利大吵大闹，她缓缓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首饰盒子。原来盒子里的珠宝是狄更斯送给内利的生日礼物，但管家却将礼物送到了他的手里。狄更斯的妻子思量再三，决定尊重丈夫的内心，将珠宝送到他想要送的人手里。狄更斯的妻子说，她看出了自己的丈夫非常的喜欢内利，但她最想搞清楚的是内利对狄更斯的感情，不想内利反倒委屈起来。他并没有在狄更斯妻子的面前明确表态。狄更斯的妻子刚离开，狄更斯就带着自己的好友来到了生日现场，本以为这是一个惊喜，不想内利看上去心事重重。为了让内利开心起来，晚上朋友邀请狄更斯和内利一起去到他的家中喝酒，但对外称自己单身的朋友家中竟然出现了一个中年女人。原来这个女人只是那个朋友的情人。看着他们还有孩子，内利瞬间明白，和狄更斯在一起，他也会过着同样的生活，狄更斯不会给他任何名分。想到这里，他谎称身体不舒服，匆忙地离开了朋友的家里。狄更斯急忙追了出去。内利在这一刻瞬间爆发，他不再隐藏，第一次向狄更斯表白了他的感情。但内利称他不想做任何人的情人，一直生活在黑暗中。即使自己深爱着狄更斯，但他也希望他们从此不再往来。狄更斯直到这一刻才明白内利对他拥有同样的情感，于是他毫无顾忌地吻向内利。刚才还信誓旦旦想要结束这段感情的内利，却又迷失在了偶像的狂吻之中。得到了想要的答案后，回到家的狄更斯为了将自己的全部都留给内利，他彻底和妻子划清了界限。在他们的卧室中间，狄更斯用木板将房间隔断，工人敲击钉子的声音仿佛都砸进了狄更斯妻子的心里。他十分的无助，10个孩子需要他照顾，他不知道如何反抗。往后的日子，狄更斯和内利不再惧怕一切，他们将这样不道德的情感在阳光下让他们肆意生长。针对媒体对他们的指责，狄更斯却极力地维护着内利，那个陪伴他风雨15年的妻子。他并没有谈及，只是声称他的婚姻感情早已破裂，这和内利的出现毫无关系，并登报大肆宣扬将大着内利是一个纯净无瑕的姑娘。他们希望媒体不要再继续抹黑她。好在最艰难的日子，狄更斯妻子有大儿子的陪伴。他不明白，对狄更斯付出最多的女人，在一个丈夫认识不到半年的姑娘那里，他显得一文不值。离开妻子后，狄更斯带着内利来到乡下生活。还处在新鲜感时期的他们，并没有觉得这样的生活是踩在许多人的痛苦下得来的。不久，内利怀上了狄更斯的孩子，但这个孩子好像是对他们的一种惩罚。快要临盆之际，他们的孩子却意外夭折。此时处在风口浪尖的狄更斯，因为流言导致了他的作品销量停止，事业也一度中断。他的风光不再，加上失去了孩子，内利也不再像少女那般阳光，他们的生活开始变得暗淡。3年后，狄更斯在郁郁寡欢中离世，而年轻的内利不久也另嫁了他人，开始了一段全新的生活。但狄更斯的妻子在遭受到了嫌弃、无视、背叛一连串的打击后，他仍旧守身如玉，独自生活。直到狄更斯去世后的第7年，他也因病离开了他的10个孩子们。感情就是如此的脆弱。当初狄更斯与他的妻子也是因爱结婚，妻子为他付出了所有，可不爱的时候也是那么的决绝。一个女人的出现，男人就会将往日的一切磨灭，留下女人独自来承受悲伤。狄更斯的妻子在临死前，把婚前狄更斯写给他的所有信件都寄给了报社公布出来。他希望所有人知道，狄更斯曾经也是那么的爱他。